橱柜是厨房装修的重中之重，橱柜做不好，不仅影响美观性，还会给日后的居住生活带来使用上的诸多不便。这一期，小东给大家整理了装修橱柜的7装7不装，希望能对还未装修的你有所帮助。1. 柜体要装多层板，不装颗粒板。如果是做衣柜、鞋柜、酒柜，用颗粒板柜体还勉强凑合，因为这类柜子安装位置相对比较干燥，没有水汽和潮气，不容易变形。橱柜用颗粒板，我劝你还是算了。颗粒板最大的弊端是防潮性差，厨房水气重，就算封边再好，时间一长，潮气还是会从铰链孔、连接件位置进入，久而久之变形开裂是必然的。反观实木多层板的特点就是遇水防潮好，稳定性也要强于颗粒板，是做橱柜、浴室柜的最佳选择。另外，不管用什么柜体，水槽柜下方一定粘贴防潮的铝箔纸，避免你家的下水管由于结构而堵塞漏水以后，不至于把你花大价钱做的橱柜泡坏。2. 装石英石台面，不装其他材质。目前常见的台面材质不外乎是不锈钢、岩板和石英石，虽然不同材质都各具特色，但从实用性的角度来讲，不可否认还是石英石首当其冲。先说不锈钢台面，特点是不具油污，防腐蚀性强，但材质太过冰冷，而且美观度不行，看起来很像大食堂的后厨。另外，用过之后磕磕碰碰全是划痕和凹坑，很难修复。再说岩板台面，颜值高，上档次是不假，但这东西致命缺点是太脆，怕磕碰容易裂。反观石英石台面，性能最均衡，防刮耐磨，硬度高，关键是价格还实惠，选个纯色的石英石也可以是颜值担当。3. 装双饰面门板，不装肤感膜门板。不要过度追求橱柜的美观度，去选择不实用的材质做柜门。比如肤感膜柜门虽然质感一流，但实用性差，这种材质就是妥妥的指纹收集器，而且非常娇气，沾上油污，你用力多擦2次都会掉漆，被很多网友戏称为厨房的小祖宗，根本养不起。如果考虑经济实用，柜门就用双饰面的，不但花色选择性多，而且价格便宜，还耐看容易清洁。当然，就在乎颜值的，也可以用现在比较流行的高光 PET 材质做柜门，除了价格贵了一些，高光表面易划痕以外，也没啥大毛病。4. 吊柜做通顶，不装顶部留缝吊柜。如果你不提前和定制橱柜的商家问清楚，大概率你家做完的吊柜都是不通顶的，因为一般只会给你做默认的高度。要知道，厨房的油烟大，吊柜如果不到顶，后期长期使用下带来的弊端就是吊柜上方会累积一层黏腻的油污，不但非常难清理，还是蟑螂小强的聚集地。所以橱柜的吊柜一定要做通顶设计，不仅会增加整体的美观度，而且也避免了顶部藏污纳垢。预算高就直接做一门到顶的设计，吊柜与吊顶齐平不留缝。如果想省钱，也可以在吊柜与吊顶之间加一条顶封板。5. 水槽装台下盆，不装台上或台中盆。台面水槽做台上盆，优点是安装简单且省事，直接打胶即可。但用过的人都知道，台上盆不好清理台面垃圾，而且打胶的地方容易发霉变色。其实台中盆的缺点也同样明显。第一，所谓的台中盆是需要嵌入到台面中，对安装工艺和承重性都要求很高。另外，台中盆与台面之间无论怎么处理，始终都会有一条缝隙，需要打胶，时间长了渗水发霉是跑不掉的。所以做台下盆才是最正确的选择。很多人说台下盆会掉，根本的原因是因为胶是有寿命的，使用胶粘的掉下来也是很正常的，所以安装时一定要用金属卡扣固定，再打上胶就万无一失了。6. 装隐形拉手，不装明拉手。有条件的话，橱柜还是建议要做隐形拉手。传统的明装拉手不仅影响橱柜的整体颜值，而且时间一长，上面满是油污，不好清洁。目前隐形柜门有几种形式，首先不建议做反弹器的，橱柜的柜门需要经常开启关闭，这东西损坏率非常高。其次，也不要做这种内嵌的把手，锐角特别锋利，一不小心就容易割到手，有安全隐患。最安全和美观的隐形拉手可以通过门板设计来实现，比如说吊柜的门板可以下探1公分，这样就能轻松开合。地柜的门板可以搭配 L 型的铝型材，然后可以上探2公分做斜切，这样既不影响美观，后期清理卫生也非常方便。7. 地柜装抽屉柜，不装隔板柜。要想增加橱柜的实用性，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在地柜设计上多做抽屉柜，地柜千万不要做太多的隔板。经常下厨的人都知道，隔板柜上层的空间基本都是浪费的，
而且平时拿取东西也不方便，多做抽屉，像什么碗碟抽屉、锅具抽屉都是非常实用的。拉开后，里边摆放的物品也一目了然，拿取也轻松方便。另外，这类特殊五金建议滑轨一定要用带阻尼的托底抽，而不要用不带阻尼的三节轨。说在最后，家里橱柜既要美观又要实用，以上这7点一定要牢记，照着做，至少能让你少踩很多坑。另外，再分享2个比较实用的设计，像水盆的龙头尽量选择抽拉的，方便清洁水槽里的卫生死角。其次，吊柜下方可以加装一组感应灯，作为操作区的辅助照明，特别实用。新家入住前，家具这个重头戏就要闪亮登场了。话说，选家具也是一项技术活，有的家具颜值超高，但中看不中用；有的盲目跟风，实则是花钱买了个坑。本期小编结合自身入坑经验和网友真实反馈，为大家整理7种中看不中用家具，提醒伙伴们多避雷，少踩坑。1. 茶几。茶几曾经是家具里必不可少的存在，但当下装修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不放茶几，因为真正生活后，它的利用率其实不高，而且客厅摆了茶几之后会显得小很多，尤其是小户型，就剩下一个过道了。并且有了宝宝以后，为了给孩子营造舒适的活动空间，客厅位置自然是越大越好。这个时候，茶几也就成了鸡肋的存在。就像网友大文雅子分享的那样，茶几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是个累赘，放东西在上面会被孩子扔在地上，还容易磕碰到孩子。不放茶几之后，给孩子营造一座游乐园，客厅宽敞了，就算孩子折腾的再乱，几分钟也能快速打扫战场。在小编看来，小户型实在是没必要放茶几。当然，如果你确实有这个需求，建议选一个简约轻盈、方便移动的小边机。2. 岩板餐桌。随着简约风格的流行，岩板餐桌也同样火了起来。它以高颜值、耐磨、耐腐蚀和好打理著称，小编也是因为这些原因才入手的。但用过之后才发现，不能光看表面，你还得看看它的另一面。首先就是市面上号称岩板的太多了，没有统一的标准规范它。网上几百元的岩板餐桌比比皆是，但很多都是拿瓷砖大板当岩板来卖。消费者也不是专业人士，不会辨别，这也就造成了餐桌开裂甚至炸开的情况发生，安全隐患很大。网友周怂怂，我家岩板餐桌的寿命30分钟，脆得像豆腐，就要起来想把它挪个位置就裂了，安装师傅还没走呢，它的寿命就到头了。所以说，小编建议，如果年轻人实在喜欢这种岩板的质感和高级感的话，那么大家就选择有底托的那种，增加岩板餐桌的牢固性。像以上图片里岩板炸裂的，基本上都是一层板，下面就是简单的钢架和桌腿，这种的非常容易断，加上底托后，它就不容易断了。3. 吊椅。吊椅可是个老网红了，小编也曾因为畅想着在阳光明媚的午后，坐在吊椅里晃晃悠悠晒晒太阳、看看书而入手了一个，但是真正用过之后才发现，真是鸡肋的存在。由于它设计的原因，刚开始坐进去还好，时间久一点就会很疲惫，腰酸背痛的，还控腿，也不能摇晃幅度太大，容易倒。而且上班的时间居多，吊椅使用频率极低，还占空间，现在更是闲置落灰的存在了。所以建议大家真的不要为了一时的新鲜感就轻易买单，多看看使用者的反馈，就能少交不少智商税。但如果真的想要生活中拥有一些调性，不妨选择一把摇椅，既舒适又满足了晃晃悠悠晒太阳的需求。4. 升降榻榻米。升降榻榻米这个家具，相信大家即使没买过也听说过吧，毕竟它前几年是真的火。当然了，现在也没有被彻底淘汰。小编是前些年装的修，正赶上它最流行的之后，当初选择升降榻榻米，主要是因为想着过年的时候家里人可以聚在一起搓麻将、打牌，平时3、5好友聚会时还可以坐在上面聊聊天、喝茶，而且它的储物空间也很多，又能储物又能休闲娱乐，真是一举多得。但是真正生活后才发现，它的利用率一点都不高，并且每回用完收拾它也非常费事，得完全蜷缩进去才能擦干净卫生死角。而且有了孩子之后，更是基本没怎么用过，怕孩子磕碰到。再后来就直接当床用了，更是没有再升降过。小编以过来人角度建议大家，直接做正常全储物式榻榻米就可以了。后期真的就是当床来用的，只有换季需要收拾衣服被褥时才打开它，没必要多花钱做升降榻榻米。如果有桌子需求的话，可以买一个可折叠的小桌子，方便取用也方便收纳。5. 贵妃位沙发。说到贵妃位沙发，它真是老一辈人心头爱，又能坐又能躺，看起来就舒服，
但是现在年轻人却越来越不喜欢它。总结其原因就是太占空间，也不太适合当下流行的极简风格了。网友艾特洛小范家里人给选的沙发，现在丑也太土了，实在是不喜欢不能忍了，必须得改一改。贵妃位直接拆分开，坐垫套重新换颜色，靠枕也换新的，感觉沙发新生了。对于小户型来说，带贵妃位的沙发一点都不友好，特别占空间，不如直接买一个直排沙发，一个地墩或一人位小沙发，看着整洁立正时尚，还显着空间大。6. 床尾凳。床尾凳这个家具最开始是欧洲国家流行过来的，一般作用就是坐在上面换鞋、放睡衣外袍，还可以防止被子掉落之类的作用，主要跟床摆在一起，看起来很高档。小编当初也是因为看卖场这么一套摆着好看才买的，但是没考虑到面积问题。对于中国大部分家庭来说，它真的是个鸡肋的存在，因为我国普遍商品房的户型，卧室区域也就10多平的空间，放上床再放个床尾凳，基本也没剩下多少面积了，显着非常拥挤不说，半夜起来上卫生间迷迷瞪瞪的，还特别容易绊脚。小编有幸被绊到过脚趾头，那真是瞬间就神清气爽了，最后用不了多长久，它就沦为堆衣服的地了。小编建议，如果你的卧室非常大，且你的装修风格是欧式美式，那你可以考虑买一个，不然的话都不建议买床尾凳。如果有更换的衣服没地方放的话，建议买一个墙面挂钩或落地衣挂，极省空间，而且利用率也高。7. 豆袋懒人沙发。当初买豆袋懒人沙发的起因是，小编去澡堂的休息大厅休息，地面上放的就是这种豆袋懒人沙发，坐上去非常舒服。于是回家之后果断在网上下单买了一个，但是用了一段时间后就发现它真是很鸡肋。首先就是它是布面的，放在地面上的原因，它需要经常清洗，不然很容易脏。再有就是坐的时间长点，非常容易变形，软塌塌的。后来有一次拆洗时不小心把它里袋弄破了，好家伙，里面的泡沫填充物撒得到处都是，而且泡沫填充物因为静电的原因到处粘，收拾了2个多小时才收拾完，果断扔掉，再也不会买了。小编建议，如果特别喜欢低矮的懒人沙发，可以考虑买一个皮革面里面带支撑的懒人沙发，又好打理卫生，还不易变形，同时也没有填充物炸开的风险。文末总结，以上内容都是来自小编亲身经历感受，以及网友真实评论反馈。这7件鸡肋的家居用品，建议大家列入断舍离清单，别再投入了。新房装修完，剩下的工作就是购买家具、家电了。不可否认，在家电的选择上，往往是越大越好用。比如大尺寸电视、大容量冰箱、大套数的洗碗机等等。虽说在价格方面也许会略贵一点，但后期带来的使用体验感却完全不同。但是有一说一，对于选择家具却不是越大越好。比如本期分享的这5种家具，建议你买小一号的，反而会更实用。1. 卧室床。大床任我滚，睡着自然舒适，但我劝你，对于卧室床切勿盲目贪大。要知道，现如今的户型设计基本上都是厅大卧室小，甚至有些160平方米的大户型，客卧、次卧的面积也仅仅在15平方米左右。如果咱们一上来就选择个 1.8 米或2米以上的大床，那么后期的衣柜、书桌、床头柜就很难布局，即使勉强摆放下，过道也会变得很拥挤，房子住着也会很憋屈。网友艾特兔兔语，太尴尬了，次卧床买大了怎么办？放下床之后，次卧满满当当的，现在衣柜门都打不开了，电脑桌更是放不下，人也不好走。网友艾特黄一万二，糟糕，床买大了，房间目前只能放下这一张床，床头柜也没办法放了。没办法，为了方便走路，只能干脆靠墙，起码衣柜这侧能留宽一点。小东建议，对于次卧或小卧房，即使 1.8 米的床能放得下，我也建议选择 1.5 米的，这样不管是床头两侧还是床尾过道，走路都非常方便。强行买 1.8 米以上的大床，会让房间变得很小很拥挤，住着也压抑。2. 床头柜。和床同理的还有卧室床头柜，过去装修，床头柜几乎是卧室的标配，床头两侧左右各放置一个，但其实床头柜的作用很单一，无非是为了装饰和收纳小物件，即使不摆放或是只摆放一个，也并不会影响日后的生活。但如果买大了或者强行摆放2个，就会导致出现和衣柜柜门打架打不开的情况。网友艾特导弹菠萝，天啊，柜门被床头柜挡住了，怎么办？量尺的时候失误了，没注意床头柜的边框还长了一丢丢，结果柜门打不开了，
小东建议，对于卧室小的家庭，如果有床头柜的需求，建议用小推车或方便移动的小边机代替，既满足功能，又可以解决与衣柜门冲突的问题。3. 沙发。客厅是一个家的脸面，所以总有一拨人会盲目的认为沙发要足够大，才让家里显得够气派。有些博主家光是沙发就占了客厅面积的2/3，真是夸张。放眼望过去，全是沙发，看着就很压抑，让人喘不上气来。说实话，这样的大沙发布局，可供孩子的活动空间都没有了，除了显客厅拥挤，日后的卫生难打扫以外，没一点好处。网友@潇潇雨洁，我家沙发买大了，就这样勉强用了几个月，现在越看越觉得累赘。这几天狠心把单独一个舍弃了，空间感立马就有了。网友@萝卜炖，后悔沙发买大了，几乎占满了整个客厅，定制的还退不了，运费成本太高了，只能勉强安慰自己，半躺着确实舒服，找一点心理平衡。小东建议，对于沙发的选择，尺寸上尽量不要超过客厅面积的1/3，长度建议取背景墙的2/3左右，或者减去1至1.2米最佳。两侧预留一些空间，不仅活动方便，还可以用来摆放落地灯、绿植作为装饰，来提升客厅的颜值。4. 客厅茶几。除非你在家里经常待客，或者平时好喝茶，对茶几有执念，否则客厅茶几要么干脆不买，要买也要买小一号的。客厅摆放个大茶几，就给你个堆放杂物的理由，什么零食、饮料、喝水杯、玩具、杂志、小剪刀，各种杂物都随意的丢在上面，除了占用空间，显家里乱，没任何好处。此外，对于有小孩子的家庭，小朋友的活动空间也不足了，平时在客厅玩耍还容易造成磕碰，所以茶几尺寸太大，不仅不实用，还会给生活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。网友@搬砖头的女汉子，听劝，茶几千万别买大的，看看我家情况就知道了，为什么总是这么乱，每次收拾完保持不了2天。网友阿林记，家里有了娃之后，客厅就变成了他的活动场所，越来越觉得以前买的大茶几好鸡肋，上面全是小孩的玩具、书本，每天都是乱糟糟的，实在受不了了，准备断舍离，直接丢掉了。小东建议，对于客厅的茶几，如果实在有需求，建议选择小圆机或小方桌，既能代替大茶几功能，又不占地方。如果是有宝宝的家庭，可以选择在沙发旁摆放边机，或者是可移动的收纳小推车，用来收纳水杯、纸巾盒、遥控器，尽量让沙发前留出足够的空间，供小孩子玩耍活动。5. 餐厅餐桌。很多人在选择餐桌时，都会不由自主地倾向于往大尺寸上买，心里想着平时不仅能当书桌用，就是亲朋好友来家里聚餐，也能坐下更多客人。我承认大餐桌确实有一定的优势，但餐桌尺寸也不能一味追求大，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，才更适合使用。否则餐桌一旦买大了，就会把餐厅空间塞满满的，既影响行走动线，也会显得过于拥挤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网友天真不信谢，买餐桌之前没做功课，买了 1.8 乘以 0.9 的尺寸，想着大餐桌好用，结果到货放家里才发现真的好突兀，退货成本太高了，只能先用用看。网友冰镇柠檬丸，姐妹们，买餐桌千万别贪大，比如我家客餐厅面积比较小，本来放个 1.4 米的餐桌正适合，结果我嫌小，非要换个 1.6 米的，结果靠墙走路时还得侧身才能经过，退也不现实，只能将就用，太憋屈了。小东建议，如果餐厅大，家庭人口多，建议选择圆形餐桌更适合。对于方形餐桌，如果是3口之家，其实选择 1.4 米的足够用了。但是不管选择哪种餐桌，都要记得给餐椅预留60公分的活动距离。当然，如果餐桌两侧还需要过人的话，至少还要再加20至30公分，这样空间才更舒适。总之，对于以上5种家具，真不是越大越好。一句话总结，选择合适自己的更重要。不得不说，现在家电行业的水太深了，各种五花八门的新式电器层出不穷，但功能天花乱坠不等于实用，尤其是一些被吹嘘到高大上的家电，实际上却徒有虚名，只有自己亲身使用过后，才会发现自己踩雷了，白白花钱交了智商税。这一期小东就给大家盘点8种尽量不要买、不要碰的家电，绝非误导，都是过来人的经验教训。1. 激光电视不要碰，想要画质好就买液晶电视，想要追求屏幕大就去装投影仪。所谓的激光电视，说白了就是一个妥协的产物，它集合了电视和投影的所有缺点，亮度低、抗光性差，还被聪明的厂家宣传成所谓的护眼，价格还贵得离谱。网友丸子小姐的家，我就是那个大冤种，花几万买的激光电视，白天看累眼不说，还根本看不清，
真心后悔，同样的价格都能买索尼100寸电视了。2. 即热式热水器不要碰，说什么更节省空间，还能像燃气热水器那样源源不断的提供热水，但事实上你会发现生产它的品牌寥寥无几，多数都是没听过的杂牌，而且功率大，耗电高也就算了，还有漏电、短路、跳闸的风险。关键是冬天用水体验太差，根本不能开大，不然就不热。网友艾特苏菲的小懒猫，即热热水器真心太垃圾了，电费能耗超级高，还不安全。而且冬天水温不能调高，不然功率过高会自动关闭。咨询客服说热水器不能适应高负荷，而且保修期就只有1年，刚过水流传感器就坏了。3. 水槽洗碗机不要碰，水槽洗碗机要说优点，也就是不能弯腰这一点，剩下的全是缺点。比如容量偏小，普遍只有6至8套，稍微大点的锅具还要手洗，根本实现不了彻底解放双手。其次，搭载的洗涤和烘干技术也很落伍，还不能存储碗筷，关键是售价却一点不比独立式的洗碗机便宜。网友艾特阿朵的宅家记，水槽式洗碗机用过才知道有多鸡肋，会占用水槽几乎1半的空间，导致洗菜、洗水果都不方便。因为容量小，导致餐具多的时候还要分多次洗涤，耗时耗水，功能也单一，不如嵌入式洗碗机实用。4. 隐形电动晾衣架不要碰。阳台隐形晾衣架对颜控的年轻人诱惑不小，但实际上这东西就是个伪需求。要说唯一的优势就是不用时可以隐藏在吊顶里，但谁家过日子衣服不是天天晾晒，只要降下来就很难有升上去的时候，试问隐形不隐形有啥用？而且这玩意故障率还特别高，坏了就得拆吊顶。网友艾特李李的家踩大坑了，家人们选择隐形晾衣架真的要慎重，外边风景宜人，室内一言难尽。第一次使用就出故障了，下来正常，上去就卡死，安装师傅来了说修不了，等待厂家解决，真的是大无语了。5. 厨房凉坝不要碰。夏天厨房做饭太热，想要不遭罪，要么就去装专用空调，要么搞个移动风扇，其他东西都是智商税。特别是厨房凉坝，千万别被名字误导了，它是一点制冷效果没有，其实就是个装在头顶的普通电扇。冬天你用不上，夏天吹出来的也是热风，要多鸡肋有多鸡肋。网友艾特刘小佳，凉坝是装修厨房里最没用的东西，真心不推荐。说白了就是吹风原理和风扇一样，而且做饭时用它，风还会把火苗吹偏，变小火。6. 风管机不要碰。听我一句劝，咱们选家用空调就记住一个原则，有钱就装中央空调，没钱就去选壁挂空调。风管机这玩意说白了就是中央空调的衍生品，就是给装不起中央空调又想要面子的人群准备的。它继承了中央空调所有缺点，噪音大，耗电高，维修维护难，要论性价比还不如壁挂式空调稳定舒适。网友艾特小秋雅米，新家入住1年，我最后悔的就是装了风管机空调，夏天冷风嗖嗖不够舒适，冬天制热效果还不好，关键维修难，耗电还大，真不如一步到位装中央空调了。7. 壁挂洗衣机不要碰。很多有宝宝的家庭都想装个壁挂洗衣机单独给孩子用，我劝你选购前要三思，这玩意有个硬伤就是不安全，有掉落的风险，买之前上网搜一下，看看大家对它的评价再做决定。而且它的筒径空间太小，说白了就是排污结构紧凑，更容易脏，用久了就会滋生细菌。网友艾特木小小，太吓人了，壁挂洗衣机从天而降掉下来了。之前就有过担心，每次甩干的时候声音都特别大，就好像楼下来了一台拖拉机一样，结果这一幕真的发生了，幸亏没砸到人，以后真不敢再用了。8. 储水式管线机不要碰。很多人为了喝热水方便，就在装修时考虑装一台管线机，结果入住没用多久就发现水有异味。其实现在很多管线机内部都是有水箱的，而且并不是完全密闭，这也是它天生的缺陷。特别是夏天长时间不用管线机，水不能循环起来，就会产生异味，甚至水发黄。网友艾特秋天等我来，带水箱的管线机千万别买，我家的管线机和净水器还是国内大品牌，以为喝水会很方便，谁知道出来的水一股臭塑胶味，换了一次水箱也没解决，后来干脆把管路都换了，虽说臭味少了，但塑胶味还有，根本不敢喝，太恶心了。有哪些装修设计是你认为装修前期待满满，用后谁装谁是大冤种的？有一说一，很多人家里装修都会参考时下流行的网红风格，但只看到高颜值，却没看到设计的缺陷，于是装修完好看是好看，等住进去后才觉得鸡肋或者根本没用，而且浪费钱。
这一期小东就给大家盘点4个好看却不实用的装修设计，看谁还在乱跟风。1. 梦幻帘。有多少颜值控的小仙女被仙气飘飘的梦幻窗帘种草，一眼看上去就是那种走不动道的好看，幻想着装到自己家里也能成为全屋的颜值担当。但实话实说，你在样板间看当然好看，又没有风，等你真正装到家里才发现，一阵风过后那叫一个群魔乱舞，而且时间一长卡扣还特别容易坏，一个心情不好就卡死给你看。此外清洗更是难上加难，梦幻帘的卡扣拆了还能不能自己装回去都是个问题。网友艾特睡到自然醒，梦幻帘就是个美丽的废物，不接受反驳。我家轨道半年坏了2次，均是大修，原本是180度旋转开合，故障后左半90度卡死，第2次是叶片突然不能均匀散开了。网友艾特不给糖就捣蛋，想装梦幻帘的宝子们真的要慎重，好看是好看，但巨难清洗。先不说那个卡扣拆完是否能装上能不能均匀的问题，就算这些都能解决，就问你洗完变短能不能接受，洗完皱皱巴巴的怎么办？综上，梦幻帘虽美，但轨道易出问题，而且清洗也麻烦，所以千万别盲目跟风。想要追求梦幻的效果，可以试试幻影帘和蛇形轨道的组合，效果也是一模一样的。2. 岩板电视墙。真不理解，这都2024年了，还有人愿意花重金去打造所谓的电视墙，又是岩板又是木格栅的。现在很多人连电视都很少看了，还对电视墙有执念，真不知道图啥。先不说这种千篇一律的电视背景墙是不是容易过时，关键是没把钱花在刀刃上。不信的话，你现在买个100寸的电视装上去，再看看你家电视墙上下还能露出多少来。岩板电视墙又贵又难安装，过几年看腻了，然后还没办法换，真不如直接留个大白墙，然后利用摆件或绿植去营造空间的氛围感，省钱还不过时。当然也可以做一整面墙的电视收纳柜，既兼顾了装饰效果，还能增加收纳功能。网友艾特今天不上班再换套房，我依然会选择不做电视背景墙，直接干净的大白墙，耐看显大，还好搭配，简直就是 YYDS。 网友艾特君君自装的家，装修嘛实用第一，很庆幸坚持做了满墙电视柜。成年人的琐事一地鸡毛，回到家再看到乱七八糟的杂物得不到收纳，情绪根本无法控制。整面墙的电视柜很多杂物都可以藏起来，给我的新家带来整洁干净。3. 长条地漏。和梦幻帘一样好看但不好用的还有卫生间这种网红长条地漏，颜值在线是没错，还给人一种下水更快的错觉，但实际上这种长条地漏和下水口和普通地漏是一样的，根本不存在下水速度更快的说法。而且长条形地漏更容易藏污纳垢，很多人入住才半个月，卫生间异味就很严重了，基本上可以判定问题就出在这种地漏上，3天不清理就很多头发和各种污垢卡住里面，又脏又难清理，真叫一个苦不堪言。网友艾特莫名其奇，新家刚入住没多久，卫生间就开始出现一些黑色小飞冲，前天终于破案了，撬开地漏一看，好家伙，脏的都没眼看，而且巨臭无比。这种长条地漏好看是好看，但清理真的麻烦。网友艾特是木木呀，好看的长条隐形地漏为什么要给大家拔草？太难清理，每次都要先盖板，还配了专用的钩子。其次下水慢，因为更容易堵头发，如果你不勤快，真的要慎选。我想说，好的装修就是在生活中做减法，减少劳动量。经过大众长时间的检验，最惊艳实惠又好用的还是传统的方形地漏。4. 岩板一体盆。卫生间岩板一体式洗手池，这些年的热度就一直没低过，不断的有人跟风做，总结起来就是装完笑嘻嘻，用过哭唧唧。不可否认，岩板一体盆确实颜值高，也极简范十足，很符合年轻人的审美。但这玩意有个致命的缺陷，就是用久了，水渍特别难清理，尤其是洗水池的4个边角发黄，几乎是家常便饭，缝隙里还藏污纳垢，用刷子都刷不干净。如果是深色的岩板，那就更惨了，不仅污渍看着像发霉，还有水垢也特别明显，本是冲着颜值装的，结果是越用越臭。网友艾特波波喵喵，岩板一体盆真的是一个巨坑，清洁卫生累到崩溃，每天都有擦不完的水渍和泡沫渍，关键湿的时候又看不清，只能盲擦，等它干的时候又会发现有脏的地方，而且巨多死角，根本擦不到位。大家真的不要图颜值选岩板盆，不然以后天天为它服务了。当然，岩板一体盆除了不好清洁卫生，还有下水慢、易溅水的弊端。
真不如老老实实选择一个性能成熟的陶瓷一体盆，功能一样也不少，还不存在卫生死角。对于有钱人来说，大房子是他们的标配。但是这2年住在大平层里的有钱人，却开始越来越多的搬离大平层，别墅和联排别墅反而成了他们的新目标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据住过大平层的知情人介绍说，只因为大平层的缺点太明显，太不能忍受了。什么是真正的大平层？在大家的印象中，大平层就是指单层面积比较大的房子，其实并不是这样的。真正的大平层是地位和身份的象征，它应该满足下面这5个条件。地理位置优越郊区的大房子并不能算真正的大平层，真正的大平层应该是位于市区或者商业区的核心位置，它甚至是一个城市的地标。面积够大。我们平常称180至260平方米的房子也是大平层，其实这只能算中等偏大的户型。真正的大平层面积应该在300平方米以上，空间要足够宽敞。合理的布局，大平层光面积够大是不行的，它的内部格局也应该更合理，比如套房的设计，每个卧室是否配备有独立的卫浴、衣帽间、书房等。高大上的建筑，外形有格调的大平层在建筑外形上一定是高大上的，看上去会带有几分商业建筑的气息，多会采用玻璃幕墙，而且层高也不会低，甚至可能达到20层以上，整体看上去就是高档。优雅的小区环境。真正的大平层，从进入小区的大门开始，你就会发现和普通小区的区别，它的内部环境一定是优雅精致的。除了最基础的绿化设施以外，还可能会拥有超大的游泳池、健身房等设施。物业的管理配备也会更人性化、更温情化。大平层的缺点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光是大平层这些外在的优点就已经能吸引很多人了。那为何有钱人住过之后又后悔了，想搬离出去呢？只因下面这3个缺点太明显，太难忍受了。入住成本太高大，平层的入住成本比我们想象的要高。首先来说，买房时的首付就要不少钱。就拿一套300平方米的大平层来说，按照3万元每平方米的单价来算，首付也要300万以上。对于大平层来说，要想够格调，装修费自然是少不了的。300平方米的装修费打底也要200万起，房子还没有住进去，就已经至少500万出去了。对于有钱人来说，几百万可能不是大问题，但是这部分钱是需要用到家里的固定存款的，而不是流动资金，是需要实打实的付出去的，还不能影响家庭的正常生活。网友爱的天边的牡丹花说，我和先生前些年打拼赚了些钱，在我们这一线城市买了一套我们市区应该算是最高档的大平层了，建筑面积360平方米，首付付了550万，装修花了差不多300万。当时家里的固定存款其实也是没多少的，一度因为这套房子让生活水平都降低了。入住后发现日常的生活成本也很高，比如物业费、水电暖气费、保姆费、停车费等，一年算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个人觉得吧，手里没有1000万以上的固定存款，真的不能轻易买市区大平层，太费钱了。依然免不了噪音干扰。高档的大平层小区其实大多都是高层，一般都在15层以上，很少有5至6层的。这是因为要想凸显整栋建筑的气派，就需要有足够的高度才行。所以即使是一梯一户的格局，也只能保障你没有左右邻居，但还是有上下邻居的。虽然是高档小区，但是你也不知道你的邻居素质如何，全凭运气。如果你楼上楼下都是不安分的人，那你依然是免不了普通小区要忍受的噪音干扰。网友头顶一块布的王子说，我家的小区算是我们市里面比较高档的了，我们这一栋楼都是一梯一户，一栋楼2个单元，同一楼层2家中间有楼梯和电梯，互不干扰。我家在9楼，楼上是4室同堂，2个小孩子特别调皮，白天还在家里玩皮球，大人根本也不管。物业多次上门沟通无果，大人甚至说出让我们报警处理的话。遇到这样的邻居真的很无语了，估计是暴发户吧，素质真的没法说。几乎无法转手。真正有钱人要想买高档大平层的话，一般不会选择二手房，除非这个小区的新房一套也没有了，即使这样，他们也会优先选择二手毛坯房。所以装修过、居住过的二手大平层真的很难转手，尤其是这2年大环境不太好，房价还在降，买房的人更少了。网友小黄日说，我家生意这2年不太好，想着把市区在住的这套大平层出手，在中介挂了1年了，还没有卖出去。中介说要想出手只能降价了，太难了。总结，虽然大平层是我们普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，但是对于有钱人来说，他们住过之后就会觉得缺点太多，想搬离。
郊区的独栋的别墅太冷清，所以他们才会更喜欢稍微偏离市区的别墅和联排别墅，价格上差不多，又能楼上楼下分区，小区也会更有烟火气。